哎呦，干嘛？感冒啊？鼻窦炎？过敏性鼻炎？还是看到我敏感？哎呀，你想太多了。好，为了让你长知识，我请来专家哈，让你了解这个鼻子健康的知识。好。鼻窦炎和过敏性鼻炎差别在哪里？那每天早上喷嚏打个不停是怎么回事呢？鼻水流不停，耳道痒痒的又是什么原因？挖鼻孔有害是真的吗？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你好像真的是鼻子过敏，是吗？对，因为我小时候就会一直打喷嚏，然后鼻子又很痒啊，还会就是打喷嚏打到流眼泪嘞。所以我就请了专科来这里给你看病。哇，太感谢马哥哈！马上有请耳鼻喉头颈肿瘤专科郑欣燕医生，还有杨志荣，还有吕林先，欢迎他们。欢迎三位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来聊一下啊，想问候一下你们的鼻子怎么样？好吗？其实我小的时候，我记忆中啊，是我没有用过2个孔呼吸过啊，从来没有。有时候是一边啊，不然就是严重的话2边都塞，然后就用嘴巴呼吸。然后我是有的时候打喷嚏啊，打不停，尤其是早上起床之后，连喷10几20个。哇！不过我们常会听得到有人说啊，你这个一定是 sinus 的问题，所以是不是这个情况？不是哈 ，sinus 其实是我们身体结构的一部分。是。不过很多人就把过敏性鼻炎，就 allergic rhinitis，称作是 sinus。哦。其实 sinus 它是在我们头颅里边呢，在鼻腔旁边呢有4对那个空间哦。OK。它有上颌骨的这个上颌窦。头颅中间呢那个叫做蝶窦，眼睛2个中间的那个腮窦。还有上颚后面那个额窦。sinus 就是指这4个地方这些洞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人体结构会有这种 sinus 有这种洞？是因为你如果整个头颅都是实质的骨的话呢，就很重嘛，所以我们相信这是因为这些空腔呢，就让你的头骨比较轻一点。当然它也会有其他的功能，比如说你好像你发音的时候啊，你唱歌，它这个共鸣的腔。那 sinus 就叫鼻窦嘛？是的。那鼻窦炎到底又是什么？鼻窦炎就是这个 sinus 发炎 sinusitis， 比如说你有细菌感染啊，它里边的黏膜肿胀啊，它里边有分泌物，这个就是那个鼻窦炎。像我这种平时可能好好的，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或者某些时候会打很多喷嚏。对，这个叫做鼻窦炎还是过？这个不是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过敏性鼻炎。你对某个过敏源起了这个过敏的反应，典型的症状就是鼻子痒，会打喷嚏，流鼻涕，还有鼻塞。我还有流眼泪哎。一部分是因为你鼻塞使到你的那个泪管它阻塞，或者是你的眼睛也可能过敏，也会导致你分泌很多那个眼泪啊这些。会不会有一些时候，有一些人的床上很喜欢放那种什么毛茸茸的洋娃娃这些，都会有影响吗？是最常见的过敏源就是尘螨而且是尘螨的那个粪便。哇，这个是看不到的哦。对，看不到，你看起来就像灰尘嘛。第二呢，就对花粉过敏。当然其他的好像比如说你家里有宠物啊，猫狗的那毛啊，然后还有周围环境呢，可能有霉菌的那个孢子。某些人呢也可能对某些食物有些过敏。常见的呢包括好像鸡蛋啊、牛奶啊、小麦啊这些。那刚才有说这个霉菌孢子也是一个过敏源哈，像有些人的家比如说很潮湿，然后就墙壁、天花板啊都会有一些很像发霉这样。对，所以这个也算吗？这个也算。如果是像这样的话，它在空气里边悬浮的这些霉菌的那个孢子都可能会引发这个过敏。而且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它导致其他的疾病，比如说鼻窦炎啊，或者是你吸到肺里边可能导致肺炎。所以如果是霉菌导致的那个发炎，治疗方法比较麻烦。因为它杀掉霉菌的这些药物呢，它毒性比较高。而且你治疗的那个时间段需要蛮长，可能要1个月或者以上。然后呢，某些侵犯性的那个霉菌，它会侵犯到我们的那个软组织里边，侵犯到血管，所以会使到它里边的那个组织坏死掉。所以这个需要手术治疗，而且有致命的可能性。所以不要去小看这个。所以对，的确。好，现在马上呢就要进入这个迷思的环节。好，来第一道问题了哈。OK，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患上鼻窦炎和过敏性鼻炎，真还是假？假就是可能就是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假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炎症是每个人都有可能的。OK，那过敏性的
那就看身体状况，所以两者可以同时拥有。对，OK。鼻窦刚刚医生有说嘛，是我们的一个人体的部分，它可能发炎，然后过敏是外在因素嘛，所以都有可能。好，医生，正确的答案是？正确的答案是甲，你们太厉害了，每个人都对。我有听到的。因为其实我们常常看到的病人都有2个问题，当然每个人都可能得到鼻窦炎，可是，在过敏性鼻炎的基础上，因为他们分泌物比较多，鼻子、鼻腔比较肿胀啊，它鼻子黏膜比较厚，鼻窦本身它分泌物排出来的能力会稍微比较低一点，所以他们反而容易得到鼻窦炎。是。第2题，请听清楚了哈。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患者每日清洗鼻腔利多于弊，真还是假？每天哦。天假。不要想太多了，真的真假真。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说假呢？因为我亲身经历过，是一个洗鼻子的一个壶啦，然后里面放一种盐，然后拧起来，然后是一个鼻孔进，然后头歪过去，然后这样冲，然后水就从这边出来。OK，再反过来，我冲了半年嘛，哇，所以是没用的。对，没用的。有没有可能是使用者的问题？不可能。OK， 我觉得为什么真是因为好像我们伤口发炎，应该天天都要去清洗，所以就一样的道理，一样的道理。OK， 来，医生，正确的答案是？正确的答案是真。所以那我是怎么回事？OK， 来，第1点可能是使用方法不对啊。第2点呢，可能是你在洗的时候，那个罐你没有消毒。第3点呢，就是你单用这个不够，需要配合药物。所以你这个洗呢，基本上就把它里边的过敏源把它洗出来，或者是你如果有鼻窦炎的话，鼻涕它里边都有很多细菌，它细菌少了之后呢，你复原的时间比较快。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做这个清洗动作是最好的？我是每天起床嘞。对，每天起床是最好，因为你早晨起来的时候呢，你接触到整夜的那个尘螨，你鼻腔里边会有很多。第2点呢，你把它里边的那个分泌物都排出来，所以你把它洗掉了呢，它的症状就会改善。但是不是也不要洗超过太多次啊？对，正常的黏膜它需要有薄薄的那个，就好像鼻涕这样薄薄的一层，让我们的那个鼻腔它的那个毛细胞的功能正常。所以你如果一天冲洗5、6次的话，那这一层呢就会脱落。所以呢失去那保护的作用。对，毛细胞功能也会受损。那正确使用的方法是？其实我们有洗涤鼻子的盐，这个呢，你看它的那个罐子上面有一条线，你把那个温度适当的那个清水填满到这条线 ，OK， 然后呢，打开填满到这条线，然后你把那个盐倒到里边，就把它摇一下嘛，把它摇均匀，让它溶解了之后，就洗鼻子，塞到鼻孔的那个出口，把它完全封住，然后你就挤，在做的同时，你需要用嘴巴呼吸，不然的话它压力很大，可能那个水会跑到耳朵去，就呛到了。对，先按1/4 ，OK， 大概那么多，它会从另外一个鼻孔，还有从嘴巴流出来，OK， 然后呢就把它拿掉了才放松哦，不然你会把鼻涕吸到里边去。然后呢你就顶住一边的鼻孔，然后擤到干净，2边都擤到干净之后呢，你就用同样的方法洗另外一边。其实它的作用呢，并不是用它的冲力把那鼻涕冲出来，它主要就是用这个液体让那鼻涕呢从你的鼻子的黏膜脱落，你擤的时候它就会出来。因为你太用力反而是会有副作用反效果。对，尤其是你闭着嘴巴的话，你没有呼吸，它可能压力就把那个液体啊、细菌啊这些都冲到中耳去，就可能会有中耳炎。对，好 ，OK， 接下来这一题你们真的要想清楚，就是说挖鼻孔，会造成脑膜炎真还是假 ？OK， 我觉得这是陷阱题啦，我觉得啦，我是觉得，你觉得越不可能就是越有可能。OK， 真是真吧？应该真吧 ？OK， 我觉得脑膜炎是细菌感染，所以可能你的手碰触到那个细菌，然后你这样再去挖，可是直接传染。可是这里会通到脑吗？它会慢慢扩展到可能到脑、中耳到脑 ，you never know。我们还是听一下医生的答案，正确真还是假？答案是假哦。因为我们的鼻腔跟鼻窦跟我们的脑隔开的一层骨，所以基本上是不可能直接的导致脑膜炎。不过间接的得到鼻窦炎的那个并发症脑膜炎是可能，不过比较少见。是那还好其实挖鼻孔本身呢，它最大的问题就可能弄伤你的鼻腔，它的黏膜使得它流血啊。当然，你如果手指肮脏的话，带菌，你可能导致鼻窦炎，或者周围的皮肤
部发炎啊，这些都可能。但是我想问，鼻孔还是要挖的，对不对？当然有硬块在外面的话，你的确是可以把它挖掉，不过你要小心，不要太大力，而且指甲不要太长啊，不小心刮到这些。如果是它硬块很硬的话，你没办法把它除掉，你可以用一些盐水的那个喷雾，比如说这种啊，你看它喷一下就好像说这样，所以你喷了之后呢，它就会软化它的固体，你就有办法比较容易的把它清理掉。OK， 一般人都可以用的吗？都可以用，因为这只是普通的盐水。我可以用吗？可以啊，试试看啊，试试看哦。哎，啊，会不舒服吗？不会，完全不会，这里完全不会。有没有感觉通了一点？它不是通的，它只是帮你清洗。润滑了。哇，天哪，满地都是鼻屎，你怎么这样？我们先进广告好了。哇，太好了！好，那么还有2题迷思，大家听清楚。好了，OK，来要发问哦。可以。薄荷棒有助缓解鼻塞，真还是假？薄荷棒是每次我看有人塞一根，对，应该会吧？冰凉的。对，不会的话干嘛一直放 ？OK， 所以就是真啊，就是会啦。好，为什么你觉得？我自己是亲身体验，我有一次去印度尼西亚拍那个火山，是，然后到山顶的时候啊，哇，突然间我不能呼吸哎，因为那边有它的那个灰火山灰，它的火山灰，然后我就过敏了，然后哇，开始我不能呼吸，然后我呼吸很就是很急促，然后我就刚好幸好我有随身带着那个薄荷棒，然后我就这样闻一闻就 OK， 就通了。OK 啦，有没有效我们不能讲，好不好？听医生讲。正确答案是正。真的可以啊，的确是有一点效果，不过它效果不是非常显著。是。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用一些减充血的口服的药物啊，或者是鼻喷剂，这一类的那些药物呢，它是会让你的鼻腔里边的那个黏膜，还有鼻甲本身的血管收缩，所以那个空间就大很多。对，当然这些只能在短期内使用，你不能用超过7天。OK， 明白。来了，最后一题了，用力擤鼻涕，越擤就越多，真还是假？来，假吧，假。觉得好像是真哎。1假2真，对，你觉得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鼻涕是有限的嘛，你擤完了就是没有了，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造鼻涕的机器嘛。OK， 会越来越多的原因是因为你去伤到它，然后它就又或者是可能你的大脑会一直跟你讲，哦不够了，要一直再生产一些，哇，所以就越来越多。那如果说你真的用力，我讲你会一直刺激它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内膜，是，然后就会一直有鼻涕生产，所以你越用力哈反而越多。它敏感啊，敏感，我是这样想啊。好来，医生，正确答案是。真其实李腾答案是正确的，不过我们真的是制造那个鼻涕的机器所以我们的鼻涕它不是那么快，所以第一点你在擤鼻涕你很大力的时候，它会刺激到你鼻子的黏膜，就会生产更多的那个鼻涕。如果非常大力的话，你可能还会出血啊，这些都可能是因为它的那个空气的那个冲力太大。当然你如果适当的把它擤掉，是有办法把它排干净的。鼻涕是不是就像口水、唾液一样？是一定要有一些在我们体内。对，我们每天生产的那个唾液跟鼻涕，总共是大概1.5公升。1.5公升，一天24小时。Yes， 所以你每天都一直在吞，一直在吞。OK， 明白。好，总结成绩，李腾还有 Ben 呢，一共答对了4题，轩呢答对了2题，不错。OK， 不过还是想问一下医生啦，那到底要怎么去真正分辨鼻窦炎跟这个过敏性鼻炎？鼻涕如果是好像清水这样啊，透明的，天天都发生，那这是过敏性鼻炎。如果短期的话呢，你如果是伤风感冒啊、病毒感染，可能也是清水的。对。可是如果你的那个鼻涕是绿色、黄色啊、粘稠的这些，这个就是鼻窦炎，因为它里面已经发炎了。然后另外一点呢，就是这某些鼻窦发炎，它可能会疼痛啊，比如是上颌窦可能会使到你牙痛、面部疼痛，或者是上颚这里痛，可能是那个额窦的那个发炎。当然过敏性鼻炎就不会痛了。是伤风感冒的可能还会喉咙痛啊，这些鼻窦炎它的那个痰流到喉咙的时候，也可能会使到你喉咙痛。那持续的时间会很长吗？急性鼻窦炎通常在几个星期内就会好。OK 那过敏性鼻炎是长期的啦，一直都有。对，然后呢，伤风感冒当然就在1周之内通常就会好了。那过敏性鼻炎是不是它有一个时段通常会比较严重？对。
大多数的那个过敏源是尘螨，所以呢，通常就会在夜间啊，或者是早晨的症状比较多，可能几个小时之后到中午之前你就好了。当然，有些病人他们开始就打喷嚏、流鼻涕，就整天都是这样，也可能。对，好，然后它会反反复复的发生。对，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有过敏性鼻炎哦，不只是说早上特别容易打喷嚏，而且耳朵会痒。对，也可能是因为你的喉咙这些痒，因为我们的喉咙跟耳朵的那神经线是同样一条分叉，所以你就会感觉到。有些人还会眼睛也可能流眼泪，对，也会流眼泪，眼睛也会痒吗？对，也可能会肿。对，OK。鼻窦炎也会导致其他的症状，比如说它好像有鼻后滴啊，因为它是脓嘛，就好像那个鼻涕里边它有些臭味，也会导致口臭啊这些。口臭也会。对呀，你真正要确诊它到底是不是鼻窦炎的话呢，从口腔你就看得到它有一条那个脓啊在后面，你就看你有办法直接诊断，不然的话，其实我们需要做一个鼻内镜，从我们的那个内窥镜检查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黏膜的状况啊，它到底有没有流脓。过敏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检查它的皮肤有没有敏感啊，或者是我们用血清就验那个血里边它有没有一些抗体，就是 IgE 对某些不同的过敏源的抗体。好，欢迎赵哥赵医师啊，欢迎欢迎今天晚上的讨论啊，欢迎。那我们都有在聊这个鼻窦炎跟过敏性鼻炎嘛，其实中医的角度呢，这两个是不同的病症吗？对，过敏性鼻炎呢，中医叫鼻虬。虬的意思就是因为长时间的流鼻涕而导致鼻塞不通。自然界的过敏源是一直都存在的。那这些过敏源的认识呢，我们是根据人体的表现，就称作风寒或者是寒湿。是。现代工业污染或者是甲醛啊、化学添加剂这类造成的过敏源呢，我们就叫做毒。那如果说我先天啦，我是对一些东西比较敏感，那是不是就是一定会发展成过敏性的鼻炎？不一定，它的发病是有一定的机制的。有些人虽然他的先天禀赋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，可是如果体质照顾得好的话，他也不会发病。总体来说，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呢，就是一个虚字。虚。对，它包括肺气虚、脾气虚，还有肾气虚。因为这个鼻子是我们肺的外窍，窍的意思就是我们人体和自然界沟通的一个孔洞。当肺气虚的时候，鼻子对外界的环境的变化呀、一些刺激呀，还有外在的风寒的这种抵抗能力就会变弱。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过度敏感的反应。肺气呢有赖于脾气的不断充实。所谓脾为肺之母。所以当脾气虚的时候呢，肺气也会虚。都是有相关的。对。但人参的气的根就在于肾，肾的元气不足的时候，我们的阳气就容易耗散。这个时候呢，肺呢也就会变得气虚了。是。可是我蛮好奇的，你看我每次讲，你这个人不要发脾气啊，他明明也有肺气有肝气，为什么要讲成发脾气？因为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我们的肝气是膨胀的，它就会去冒犯脾气，所以脾的功能就会受限制。那我们就通过发脾气来振奋脾气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身体本能的一个反应。对，所以它原来是有一个中医的原理。对。那医师你讲的肺气、脾气还有肾气有哪些症状？当肺气虚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感觉比较容易疲倦，容易气短，容易出汗。一遇到冷风呢，就会不停地打喷嚏，不停地流鼻水，也是比较容易感冒。脾气虚的人呢，就容易有肠胃的症状，腹胀啊，胃口不好，大便溏泻呀这些。那因为湿气比较重，所以他的鼻黏膜会肿胀，所以鼻塞的症状也会比较明显一些。肾气虚呢，会腰酸、怕冷、夜尿多、手脚冰凉，早晚的症状会比较严重一些。那也是老年人呐，或者是小孩子会比较多见。那如果鼻窦炎有什么不一样？
中医叫做鼻渊，深渊的渊，对对，OK，渊的意思就是深水、深潭的意思，意味着我们的问题是在鼻子的深处。它的特点呢，就是鼻涕的量比较多，严重的时候呢，还会出现头晕、头痛。OK，那鼻渊呢，经过中医辨证，我们分为2个类型，一个就是实证，一个就是虚证。虚证指的就是身体整体的素质虚，实证呢是指的局部的邪气会比较旺盛。实证呢，多数都是热症，包括肺热、胆热，还有脾胃的湿热。肺热的话，多数是因为外感了风热呀，或者是风寒化热，所以它的症状表现的话，多数都会有发烧啊、咳嗽、有痰、流鼻涕，也会有头痛和面痛的现象。胆热呢，就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系了，多数都是因为我们的心情不舒畅，造成肝气的郁结，久了以后它就会化成火，那这个热气就会比较旺盛，鼻涕的颜色就会比较深，会有一些头痛的现象啊，因为这个胆经它是在我们的头的侧面的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出现耳鸣，或者是耳朵被塞住的感觉，会。然后就是脾胃湿热，就跟我们的饮食有关系了。比较油腻的食物，或者是喜欢喝酒那造成湿热堆积在我们的身体，通常就会出现一些头重、胸闷、肚子胀啊，鼻塞会表现的比较严重一些。那刚才讲是实症嘛，那虚症呢又有什么表现？虚症主要就是肺气虚和脾气虚。肺气虚的时候，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减弱，所以遇到风、遇到冷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就会流鼻涕和鼻塞。脾气虚的人呢，就会出现一些湿浊困结在我们鼻窦的现象，所以呢，鼻塞、鼻腔肿胀的感觉就会比较明显。那嗅觉也会受影响。对，当我们的鼻腔失去一些滋润和濡养的时候，嗅觉就会减退。好，那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也是对这个鼻窦炎啊，还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差别啊，真的是有所了解。对，是的。那么两者之间呢，它的这个治疗方式有什么？是不是可以根治呢？是。听说这个赵医师还会这个按摩的手法跟食疗，对吗？要分享。是的。哎，想不想学啊？当然想啦，想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约定了，下一期呢，我们同一个时间，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拜拜，下个礼拜见。